同学们好，欢迎来到老架一路的第5节课。这节课将跟老师们讲解单边。好，接上式六风四臂，按掌放松下沉。动作1，松右胯，身法微向右转，双手顺缠上捧，左手前领，右手后领，两手对拉，右手合于左手小臂臂弯处。好，2，右手沿小臂内侧变勾手顺势上提，左手放松螺旋对拉打开，身法左转。3，领左膝松右胯，身法放松下沉提左膝。好，4，开步下沉，左脚脚后跟内侧着地，眼看左侧斜前方，左脚踏实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，松胯转腰。好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，左手顺势领掌，沿中线逆缠上穿，翻掌外蓬，当走后弧，合右胯，扣右脚脚尖，放松松右胯，左手顺缠外蓬，眼看左手前方或正前方都可以。好，再看一次六风四臂转化单边。好，1，松胯螺旋放松下沉，两手上捧，前穿后拉。2，由掌变勾手，沿内侧上提，身法左转，对拉打开。3，提膝放松下沉。4，对拉开步。5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，松胯转腰，领手。6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，沿中线逆缠上穿。好，7，当走后弧，逆缠外蓬打开，合右胯，扣右脚脚尖。8，还原定势，身法中正下沉。好，再看一次。好，1，双手上捧，对拉穿掌。2，螺旋领腕，身法左转。3，提膝下沉。4，螺旋对拉开步。5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，松胯转腰。6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，松胯转腰，沿中线上穿，逆缠外蓬，合胯扣脚，还原定势，立身中正。好，侧面看一下。好，1，上捧领手，身法右转。2，对拉螺旋。3，提膝下沉。4，对拉开步。5，当走后弧，左移重心。好，6，当走后弧，右移重心，沿中线上穿，逆缠外蓬，合胯扣脚，放松下沉，还原定势，身法中正。好，对象看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背向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收拾。本节课呢，作为太极拳当中的第5个动作，它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当中掺杂了很多身法螺旋下沉和上升时和烧结的关系，以及当走后弧左右移动重心和烧结之间的关系，所以这节课的重点非常多，大家要细心听，把这节课的知识点掌握到了，那么之后的课程我们练习起来会非常的轻松。好，首先第一个重心，我们在两手按掌相合时，
大家都能看到，老师在做身法螺旋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左手向前、右手向后领掌的动作。那么在这个细节里面，我们首先要注意的第一点，右胯是不是在螺旋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相合的动作外形变化？我们要结合前面所讲的，身法的螺旋不是靠梢节带动，或是说腰椎去带动，而是以当胯螺旋。那么上一节课也有提到，两手产生前后的变化，是因为肩关节产生了一前一后。这个时候，右胯相合，身法右转，身体右转，右肩向后，左肩向前，用身体的螺旋，哪怕手咱们不动，只去松右胯，你的两手也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左手向前穿，右手向后领的动作。所以呢，在这里第一个细节就在于这儿，很多老师做动作，他是喜欢手往上扔，同时把手用梢节前穿后拉来作为动作的主体去进行运化。那么咱们看一下正确的要求。首先，两手并没有去向上抛手，而是在右胯松合螺旋的过程当中，身法的下沉，身体下降了，手还在原地，所以从视觉上好像我们把手往上抛了一样，实际上手只是做了一个上捧托掌的动作，身法往下降了，这是一个视觉的小骗局。那么第二，身法的右转带动了两手的前穿后拉，和我们的双手顺缠形成了一个整体，看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变化？所以手呢也是随着肩关节和当胯、髋胯的上下相合产生的以肩带肘、以肘领手的前穿后领手的动作，不要去做梢节进行前穿后拉，这是第一个细节当中的两个小错误点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好。好，第三个呢，我们已经做好了前穿后拉，注意看这个位置，既然有了螺旋下沉，那么一定会有螺旋的上升，在这儿也会有一个错误的地方。第二个大细节就是老师们在做动作的过程里，喜欢把手抛上去再扔下来，让劲力或者是意识动作的主体放在你的左手手背上。如果这样子做，我们的对拉的这个动作螺旋是不是就产生不了在梢节的表现上了？所以这个位置最重要的地方，我们身法既然左转了，突出的一定是对拉的螺旋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呢？把你的小意识稍微往肘关节上放一放，让身法在左转的过程当中，让突出肘关节的向后领肘为主，以肘带手，自然放松下沉，手就拉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的手不会在这个地方就往下掉，丢动作。那么右手的手腕是不是动作也出来了？不要从下往上领，放松相合。到这儿以后，身法的旋转通过离心力转动的力量向外去发力，这样子我们的右手手腕是打出去的，不至于是向上撩出去的，对不对？要体现太极拳当中的粘连连随嘛，随着身法的转动来去进行动作的一个运化外放啊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细节。好，第三个细节呢，又来到了提膝开步的地方。想要开好左步，左脚脚尖必须是通过右胯的相合、放松的下沉，提左膝反而要将重心往下走，而不能往上起。这是我们前几节课都强调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呢，大家把这儿再回忆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同样开步的过程当中，身法要随着放松下沉去开左步，眼神往哪开往哪看，右手定在这个位置，定在哪？右膝上方，随着重心还在右腿，松右胯当走后弧的过程，来注意看我们的身体移动重心和左胯身法左转，我们的右手手腕是不动的，不要跟着身体来回乱晃来回乱跑，并且咱们的当走后弧在这里体现的次数是非常多的。你看重心右腿松右胯当走后弧左移，
到位以后再松左胯，当走后弧右移，体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后弧螺旋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先看一个错误的外形，拧拧摆，重心回到中间，这是我们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。膝盖来回去扭，没有通过松胯后弧、松胯后弧来进行身法的左右平移和螺旋转动。那这个位置大家就要记清楚，我松下来胯了，重心只管向左移动的时候，保证膝盖和脚尖相照，身体呢自然会形成，一看是不是先进肩，然后松胯的时候进肘，转腰的时候领手。那是不是下一个细节的错误点也引出来了？有很多老师到这儿喜欢把手扔得很远，你的力量就到不到梢节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去把手部的主动领得特别大，这样子反而会跟自己的身体形成一个散劲儿的情况。重心到左腿，只管合胯，胯的相合最主要、最明显的劲力体现是在我们的肘关节上。肘关节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螺旋相合，随后再当走后弧，合胯。这个时候你看胯的相合带动手向内相合，顺势穿掌，才形成了整体的1、2，以身领手的动作。我们如果光拿梢节去摆，身上的力是合不到自己的小臂和手臂上的，只有当胯运行的时候，才能找到身体和手梢节的关系。这是咱们课前强调的，一定要注意当走后弧和梢节之间的关系，把这个地方记好。那最后细节也是最明显、是最简单的。我们开完步导完重心之后，手上穿，把右手拿走，单手正面缠丝，翻掌移动重心，当走后弧。到这个位置了，咱得带上一个合胯扣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六风四臂的时候，身法是朝右斜前方，右脚脚尖也是微微外摆的，所以这个动作在我们穿掌到位以后，翻掌当走后弧移重心，合左胯，顺势带动右胯，扣右脚脚尖，左手和左膝上下相照。这个时候想想右手的懒扎衣，那你看咱把左手拿出来，右胯的松合，左手的顺缠，顺势向外推捧，身法还原回正，形成单边的外形动作。那么老师们注意看一个非常突出的细节，从头到尾这个右手在我们领完勾手以后，不管你是重心左移松胯转腰，还是重心右移松胯转腰，右手始终像有一根绳子一样吊在这里。你下沉右手在这儿，上升右手还在这儿，左转右手在，右转右手还在，怎么动右手就定在这个位置，就像我们跳霹雳舞一样，右手的绳子始终领在这儿，不管身子怎么做都不能影响到右手。很多老师说为什么？因为咱们的动作开完步之后，当走后弧松右胯的这一瞬间，左侧肩是不是和右手能形成合劲儿？如果右手动，劲儿是不是散了？好，合住，然后后弧移重心，又形成了对拉，又形成了相合，对不对？你的当走后弧的这两下，只要右手不动，既有对拉又有相合的一个外形感觉，也有劲力的相合和对拉。如果右手跟着来回乱摆，劲力虽然看着很整，但是实际上它是散的，大家可以理解吧？所以呢，单边在运行的时候，切记右手梢节的作用，还有我们身法螺旋时的一个转化过程。好，这是我们单边的动作外形和动作细节，大家在练的时候一定要强调注意。